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又来山里面了。受一个粉丝所托，他打电话告诉我说，家里的老房子闲置了很多年，没人居住，已经是破破烂烂了。他说啊，最近20-30年应该都不会回来了。然后他想委托我找到有缘之人，免费让别人入住，但是前提条件呢，是要帮他把房子装修好。那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到底值不值得装修。这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，门前就是一条大河，在上方呢有座水坝，那边的水就比较深，平时在这边钓鱼是很方便的。然后这里距离县城有16公里，距离镇上有10公里。这是独门独院的房子，可以看到背后呢还有一户人家，那栋房子也是空着的，没人居住。旁边的这块空地也不知道是谁家的，他说都可以种，这里面呢都是沙土。他说这边种橘子、柚子口感比较好，但是种庄稼的话，可能种玉米还行，但是种像花生那些就不太那么好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究竟房屋的情况怎么样了。这栋房子的院坝是没有多宽的，已经是做了硬化，可能当年这个水泥地面比较薄，依然是长了很多杂草。那边还有棵柚子树，房东好些年没有回来了，柚子呢依然结得很好，然后地上呢散落一地，可能口感不是那么好吧，要不然邻居可能会到这边摘柚子吃呢。门前这块也都是空地，如果开垦出来的话，这边也都可以种菜的。我在想，住在农村里面养点鸡鸭，然后夏天到河里面去钓鱼游泳，非常惬意的一种生活方式了。这边到河边呢，将近也就30米左右，很近的。房子虽然很多年没有住人但依然是通水通电。这边的自来水呢已经接到了院子里面。然后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看到是3开间的实木房子，屋顶上的瓦片呢破破烂烂的，已经是散落下来了。这栋房子如果不维修的话是没有办法住人的。好在这栋房子的立柱呢，还有这个木墙板、塞壁都还挺好的，重新打磨一下，上下油漆，应该还是可以入住。按着以往我们装修房子的一个经验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换掉整个屋顶的瓦片、瓦条、檩条，然后旁边的厢房重新给它修缮一下，估计要5-6万左右，也可以达到一个入住的条件了。房子的整个接檐位置呢，宽有1.5米左右，屋顶呢已经盖过去了。平时住在这边，可在接檐的位置，摆上一个躺椅，在这里看看远处的风景，然后欣赏一下这个外面的美景，还是挺不错的。我们也可以看到木房子的窗户留的还是比较小的，如果重新装修了之后，像这样的窗户给它留大一些，里面的采光就会更好一些。当然，这样的木墙板给它随意的，就是说更换也是很容易处理的，要这个木匠来做这个工作就行了。像这个大门的位置还做了一些简单的雕花，当然这是土家族的房子，和我们苗族呢还是有所区别的。这边整个房子呢是3柱4，相当于3根立柱，然后有4个瓜子不落地。房子的进深接近是5米多，比较小，总共只有3间，那边还有一间厢房。那每个这个客厅还有卧室的面积呢，接近不到20个平方左右。整栋房子的建筑面积呢，也就8到90个平方，加上院坝呢，有个100多平，一家人生活应该还是差不多够了吧。当然，算不上很充裕。这样的一栋房子呢，
基本上只住在1楼，因为2楼呢它是一个阁楼，在夏天的时候是隔热的，上面呢基本上堆放的是杂物，做不了房间，所以给它修缮出来的话，可能会得到一个客厅、2个卧室，加上一个厨房的这个样子。现在我们就走进房子里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土家族的房子，所以它的神龛位呢是在堂屋的中间。在这旁边呢有一个卧室，现在已经是上了锁，没有办法进去的。里面呢应该是堆放的有些物品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大门的位置了。平时进出的话，打开中间的2扇房门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旁边呢还有一个卧室，这里呢也单独的留有一道房门。从这边进去呢是一个房间，不到20个平方左右，里面呢堆放的有床还有柜子。当然这些家具啊现在基本上都不能用了，地面呢都做了硬化，这样的木墙板还是挺不错的，重新打磨一下，上一下油漆还是可以使用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屋顶位置，瓦片呢掉落的是很严重，整个房子呢是基本上完全漏水了，不加以修缮的话，可能很多年吧，这栋房子就会完全的倒掉。所以房东呢找到我的电话，他说如果有缘人的话，把这栋房子修好的话，他是1分钱租金都不要，可以免费的入住20年的时间。像这间厨房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屋顶了，只剩下砖墙结构，里面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，看得出房子很多年都没有住人了。可能这个时候粉丝朋友们会说，是不是来当冤大头的？这么一栋房子不要钱，让别人来装修，修的钱不少，虽然不要租金，但是好几万块钱呢。其实算下来的话，20年的时间，如果花了6万块钱来装修，1年呢也差不多是3000块钱。结合房子的旁边地理环境，我觉得还算是挺不错吧。独门独院的房子挺清静的，现在想找到这样的房子，确实也挺不容易。其实当我来到这里，看到这栋房子，给我的第一印象，我觉得可能让我花个1到2万左右把这栋房子给买下来，然后我自己按着我的要求来装修，我会可能更乐意一些。当然，如果给房东花个几万块钱修房子，入住20年，好像也行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啊，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